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中山大学与阿里巴巴联合提出的 SWECI。该研究构建了首个基于持续集成循环的评估基准，将大模型的代码测试从单次修复引向了长期演进。通过引入全新的 EvoScore 指标，它揭示了大模型在深层代码可维护性上的关键短板。真实世界的软件工程是一场长跑，并非一蹴而就。维护活动在生命周期中占据了60%到80%的总成本，持续演进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软件的长期生命力。既然维护是长跑，现有的快照式评测就暴露出明显的视觉盲区。目前主流方法往往只关注单一维度的功能正确性，无论是单文件生成还是 issue 修复，本质上都属于单次的快照评估。这种逻辑忽略了代码结构的优劣，导致一次性通过并不等同于结构优秀。通过对比脆弱的硬编码与清晰的架构，可以揭示代码的隐性代价。在快照评估阶段，这两种方案都能通过当前的测试，但当新的需求到来时，硬编码会因技术债务导致代码崩溃，优秀的架构则能实现轻松扩展和平稳过渡。大模型的代码维护能力只能通过长期演进展现。基于这一背景 ，SWECI 正式发布。它是首个基于持续集成循环的仓库级代码演进基准。该基准包含100个真实世界的复杂任务，平均演进时间跨度达到233天。通过追踪71次连续的真实提交历史，它为大模型评估提供了动态的演进视角。从快照走向演进，评估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快照式评估仅关注从初始代码到目标代码的一步到位，演进式评估则通过动态生成需求、修改源代码以及执行 CI 测试，构建了一个持续迭代的闭环。这种方式能更真实地追踪代码在多次迭代中的动态功能变化。在闭环追踪中，研究团队引入了标准化变化率来精确量化收益。该指标范围在-1到正1之间，打破了非黑即白的评判。-1代表代码全面衰退，0表示无净收益，正1则是完美修复。通过这种细粒度的追踪，可以准确评估模型在每次迭代中的净贡献。在标准化变化率的基础上， EvoScore 构建了一个动态评分体系，它会赋予未来的迭代更高权重，从而衡量代码的长期价值。如果模型前期为了快速通关而积攒技术债务，导致后期崩溃，将会受到严厉惩罚。相反，优秀的扩展架构会因为带来了时间复利而获得奖励。为了支撑这一评价体系，研究团队从4900多个开源项目中提纯演进切片，这些项目均拥有超过500颗星标，且活跃超过3年。筛选过程极为严苛，仅保留代码修改量超过1000行的历史对。通过 Docker 构建动态环境，并经过双重验证，最终提炼出100个极具诊断价值的精选样本。在这些真实样本中， SWECI 模拟了工程团队的工作流，通过架构师与程序员的双向协作协议，重现了持续集成循环。这种模式不仅考核模型的编程能力，更在考验不同角色在 CI 流水线中的协作效率。在具体分工上，架构师负责宏观把控与精准拆解，模型需要综合处理失败用例、环境依赖、异常站等5个输入点。架构师会总结失败根因，并定位代码缺陷，最终输出增量级设计需求。为了避免过度设计，每次产出的核心需求被严格限制在5条以内。在程序员环节，模型则要实施小步快跑式的测试驱动开发，这包括理解需求、抽象规划、编程路径以及执行代码修改3个步骤。通过严格遵循契约模型，需要避免无关的冗余修改，从而在每一轮次中实现测试驱动的敏捷交付闭环。此次评估规模庞大，覆盖了8大供应商的20款前沿模型，整个过程消耗了超过100亿 token， 单次任务最高涉及20轮深度迭代评估。这不仅是对模型编程能力的考核，更是一场关于代码维护底色的全景大考。在具体表现上，顶级模型的进化速度正呈现狂飙之势。Claude Opus 4.6 凭借卓越的性能位于最高点， GLM5 与 GPT 5.4 紧随其后。从趋势图可以看出，同系模型的代际进步非常显著，它们正从简单的静态修复向长期的代码维护能力跨越。在进步趋势背后，底层训练策略造就了对维护性的不同偏好。
当伽马大于1阶，长期规划模型更看重代码的持续稳定性；反之，伽马小于1阶的模型则暴露出明显的打补丁倾向，更看重短期速效，改变时间权重，直接暴露了模型在架构规划上的底层策略分野。在长线维护中，回归测试成了难以驯服的幽灵。实验发现，绝大多数模型在多轮修改中极易破坏原本正常的代码，只有4个模型的零回归率超过了 25% 的警戒线。这种频繁翻车的现状反映出模型在复杂逻辑耦合下的稳定性仍然堪忧。随着迭代深入，回归错误的特征呈现出矛盾的变化，报错频率稳步升高，说明维护难度在叠加。但与此同时，报错的破坏幅度却在缩小，这表明在解决易处理需求后，模型陷入了局部试错。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错误却在局部越积越深。在与人类的代码对决中，大模型展现出表面光鲜但内里复杂的特征。多达15款模型在 Pilot 表层规范测试中战胜了人类，其代码排版非常干净。然而，在深层逻辑和圈复杂度测试上，20款模型全军覆没。这揭示了模型善于模仿规范表象，却极度缺乏人类那种重构与抽象的深层能力。从修改行数来看，大模型倾向于用最少的代码量完成任务。散点图显示，绝大多数模型的修改行数远少于人类。这种打补丁式的应付虽然效率高，但实质上是放弃了必要的模块化封装。相比之下，人类的所谓冗余往往是为未来演进铺路的架构投资。在解决真实演进需求方面，现实的壁垒依然森严。虽然 Claude Opus 4.6 达到了惊人的 91% 解决率，但其余10几款模型大多处于 50% 以下，长线任务的阻力依然巨大。这意味着大多数复杂演进需求对于当前主流模型仍是未解之谜。面对较低的解决率，增加尝试次数并不能弥补能力的鸿沟。实验显示，强模型通常能在极少轮次内高效完成闭环，而弱模型即便耗尽所有测试轮次，依然徒劳无功。这证明瓶颈在于模型的架构认知上限，而非轮次不够。因此，提升单次修改的架构认知能力才是完成闭环的关键。综上所述 ，SWE-CI 强调了不仅要代码能跑，更要代码能活。研究通过对100个真实项目的长期追踪，揭示了代码生命力的核心。它指引下一代智能开发体从单纯打补丁转向深度的架构投资。只有提升模型对架构的认知上限，生成的代码才能在复杂演进中真正存活。